今天我们来测试春风500 SR Won 的轮上马力，看看这部机器呢，它有什么样的动力特性，跟竞争对手比的话有什么样的区别。那看完之后呢，你就知道这车的动力适不适合你了。好了，那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推上马力机，测试执行机车圈马力机测试标准，测试环境温度是34摄氏度，环境湿度63%。实测结果，这部车轮上马力是74匹，轮上扭矩41.99牛米，官标的马力呢是83匹啊。那我算出来它马力达成率是89.15%。像这部车的话，它车头是配有冲压进气口的，但是在马力机上大家都知道是无法达到这个冲压进气工况的。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它的马力图吧。在看马力图之前，我还是要想科普一下，为什么所有的车型几乎都达不到官标马力呢？这个是因为官方标注的呢，一般都是机头马力啊，也就是说它直接测量的是发动机曲轴的输出动力，而轮上马力呢，则要经过一系列的传动啊，把动力从发动机的输出轴传递到后轮上面。你比如说链条，对吧？那链条就是整个动力传递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零部件，所以呢，一根好的链条可以减少动力传递过程中的损失，当然了，也有强度高、保养周期长啊等等优点。所以有链条改装需求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摩迈世家的油封链条。蓝色是扭矩曲线，红色是马力曲线。从双曲线走势来看有3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是在7000转左右的时候，双曲线明显拔高趋势，说明机器在7000转左右会有一个小的动力爆发。紧接着第二点它这个动力爆发之后，它就掉下去了一点。那这个呢，就是我之前在做加速测试的时候的那个我之前提到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说你骑着感觉动力突然爆发出来了，然后它会缓一下然后再继续往前冲。你看这个马力图上一下就体现出来了，对吧？那这个呢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那咱们继续看双曲线继续往后走到10000转左右到10000转左右，最大扭矩就出来了。然后呢，最大扭矩一直维持住，等到最大马力在13000转左右爆发它后面这一段说实话调教的还是挺好的。然后到最后断油之前它这里有一个这个小凹槽，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第3点从双曲线走势来看，这部机器的上限是不止这个转速的，因为断油前双曲线还是呈上升趋势，然后一下子像被掐断了这种感觉，看到没有？所以春风呢是对这部机器的转速进行了封印应该是出于耐久考虑。那我猜测或许后期它可能会出一个比如赛道版的500 SR然后把这个转速再调高一点。总体来说呢，这是一部高转性能取向的机器，但是调教上还有一些优化的空间。下面我们分别对比川崎4双 R、凯越450双 R、赛600还有春风450 SR 的马力图，看看这几台车之间动力有什么区别。咱们先看川崎4R 的对比。那橙绿色的双曲线是春风的，蓝红色是川崎的。油图明显可以看出来，5500转左右开始，川崎就被春风碾压，一直到春风断油川崎的断油转速比春风高了2000转左右，尽管如此，马力还是低了春风5匹左右。那这里边原因呢是春风的排量压制。这2部车呢我也都做过100公里加速测试，也是春风呢要快一点。下面咱们对比凯越450双 R 的，同样是绿色还有这个橙色的曲线是春风的，蓝红的是凯越的双曲线。油图可见6000转左右之前是凯越的动力更大一些，加上凯越它这个车重它要更轻，所以6000转左右之前可能是凯越跑得更快。那6000转左右之后春风血脉觉醒，突然想起来自己是个500cc，然后开始发力，那动力反超了凯越，一直到凯越断油都没有再被反超回来。这里边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排量压制。那为什么0-100没跑过凯越呢？那这里边是因为车重，然后还有正好测试春风的时候赶上了杭州的高温天气。关于赛600还有它那个春风4家的450 SR 的马力图对比这里我就不多讲了，不然这个篇幅太长。大家可以打开机车圈，在手机上自行对比非常的方便。那总结一下，春风这部机器凭借着我排量比你大一点这种策略然后目前市场上能跟它竞争的4缸产品，动力基本上都是属于劣势。那就机器本身来讲，实力不止目前这个数据，后期呢第三方应该会有这个解线产品吧，我猜测。那目前的实测结果来看，它这个动力曲线还有优化的空间。OK， 那关于这部500 SR Won 所有的实测数据我都上传到机车圈了，大家可以打开查看，并跟实测过的任意车型进行对比。